嗨，大家好，我是艾琳。今天我們請來一位在泰國工作了將近1年的中國人。然後一開始呢，他也並沒有很想來哦，但是後面發現已經不想離開了。那先請他給大家打個招呼，然後再由他來跟大家分享他在泰國這1年的工作、生活以及戀愛經歷吧。Hello， 大家好，我叫張宇。來自哪裡啊？我來自廣西，廣西。那為什麼會來到泰國呢？我之前是在國內一家人力資源機構上班，然後公司就是在去年的時候開辦了海外的業務，缺少那個海外駐點的負責人嘛，然後公司就委派，然後就來到這邊了。其實當時公司讓我過來的時候，我是心裡面是不情願的。本來在國內自己的發展也還不錯，出去國外會面臨的很多這個未知的東西，然後心裡面沒有底，特別是對東南亞，就我們在國內的人會感覺東南亞會改腰子，各種因素摻雜在一起，然後就不是很想過來。剛開始公司跟我說的時候不是很想過來，我是拒絕了。那拒絕之後，怎麼後面又被說服了呢？開導了大概1個月的時間，因為可能覺得我比較適合去做一些公司開荒的那個工作，然後也看了一下公司，可能沒有太合適的，還是我比較合適，然後畫了一些大餅，然後自己就投入過來了。你們公司是做什麼的？我們公司是在國內是做人力資源，獵頭，包括正常的一些勞務派遣啊，還有一些跨國教育。就是你剛來的時候，這邊是已經有公司了，然後你直接過來接手就好了嗎？沒有，其實我們剛來的時候是沒有任何基礎在這邊的，相當於是從零開始，然後辦公室也沒有。你已經在這待了1年了啊。剛開始是不太情願來的嘛，那現在後悔嗎？我剛開始確實是不怎麼想，我剛開始的想法就是說，就是作為公司開荒牛，然後我把公司業務做起來，把公司開起來，就功成身退，然後就回到國內。當時想法是這樣子的。但是後面就是慢慢接觸了，泰國這邊的生活、人文一些氛圍了以後，我就慢慢的喜歡上了這邊。喜歡這裡的什麼？人還是？當然人也是，人也喜歡，主要還是喜歡大家在這邊的一個生活狀態。跟國內最不一樣的就是大家在這邊的工作的想法，不是為了工作而工作，就是為了能更好的去體驗生活，他們把體驗生活是放在工作之前的，这个是跟國內是有區別的。那在工作狀態方面啊，對比你之前在國內的時候，現在有不一樣嗎？我覺得差別太大了。是嗎？才1年就改變這麼大？對，因為必須要適應這邊的泰國人的一個工作的想法。中國企業很多剛開始過來是不習慣的，還是喜歡把國內的一套管理方式方法，搬到泰國這邊來，所以說會造成很多員工來了2天就走了。然後我們也跟他說了，其實在泰國工作，我們要改變在國內的想法。在國內的想法就是你來我這裡工作，我是老闆，可能你要感激我，我給了你一份工作，我給了你，對吧？我每個月給你工資，你要感激我，對不對？但是到泰國這邊不一樣的是，泰國人來公司工作，那是他來幫助你，而不是你在幫助他，是他來幫助你。這種在工作文化上面的想法的差異會導致矛盾嗎？會導致一些矛盾，會讓他們覺得不舒服。但是泰國人他只要在你這公司工作不舒服，他第2天他可能就跟你 say goodbye 了，他就不會來這裡工作了。就你有過這種時刻嗎？比如說你剛來的時候你也不太懂這邊的工作文化嘛，然後你可能說了什麼做了什麼讓泰國的員工不高興了，他就走了。我倒是沒有，因為我來之前我已經做了一些功課，我也了解，也有人提醒我。但是我們的同事就遇到了一些這種問題，就別的公司招聘嘛，他招聘了以後，泰國人他去找工作，他很喜歡放鴿子，就是說面試的時候不來嗎？面試的時候不來，比如說今天早上我們預約了10個泰國人過來面試，那個有可能只來2個，
哇，这就只来2个？对，那我的同事可能就不習慣，他就會發信息去質問別人為什麼不來。因為在國內這個已經答應好來的，那可能我們幫別的公司招聘，那我可能會有很多準備，那對方公司的 HR 我們約了，對吧？我們自己的會議室也開了，然後等着面試員工來，結果一個都不來，或者是來1-2個，然後就會很生氣，就感覺自己很多準備工作都做了，然後為什麼不來？然後他會跟你說很多借口，就是比如說堵車啦，那也可以晚來呀，那不能不來呀。堵車他就不來了。哦，然後或者是家裡面的狗狗生病啦，他會很多借口，但是我們知道就是有可能他是不想來了啊。然後我那個同事他就不習慣，就覺得受打擊了。可能我們的客戶也說，那你告訴我今天早上有10個人面試，但是現在只來1個，你要給我個交代，對吧？就發信息去質問泰國人。他們回嗎？回，但回還是跟我投訴。有過泰國人投訴，他說你們怎麼樣說話，那麼不尊重人。我就去問了我同事，我說你是不是就跟人家回了什麼不好的東西啊？我去看了他們的那個對話。我同事僅僅是質問，為什麼你答應我來，但是不來？你這個人怎麼是這樣子的？泰國人他就覺得我們說話說得很重，他就很難去接受這種很重的語氣。像那個人他就會說，他說啊，你們態度太惡劣了，我要把這個事情告訴我的所有的朋友。就是後面我就跟我同事說，哎，像我那個情況我們也知道了，那以後我們對於泰國人這種，那就是要哄着他們，就做好準備，他們不來。對對，而且像約泰國人，就是面試，盡量不要約週末，因為我們很習慣，就是在國內很習慣，就是很多面試都是安排在週末，在這邊週末人家是不回你信息，基本上答應你來的也不會來。而且他為什麼答應呢？就很奇怪啊，好像聽說這邊的人就是不太會拒絕，就比如說明明我不想來，但我也不會跟你說，我就 OK，但是我就不來。就是泰國人對於工作的，對於他們去找工作其實很佛系。對，因為可能工作崗位太多了，就他們找工作其實是相對於國內來說是很容易的，而且真的是這邊我們要去找員工，是求着他們來上班，不是求我們給崗位給工作崗位。是那不是很辛苦嗎？就是在這邊開公司的話，剛開始肯定是有這種的，因為上班的時候不能跟他們講重話，要哄着他們，要給他們覺得這個工作氛圍是好的，是舒服的，然後他們才會好好的去工作，好好的去幫助你做完這個事情。而且很多事情有時候交代他們做得不好的時候，也一直在壓制住自己的內心的。你有碰到過你的泰國員工做了什麼事不大令你滿意的，然後你有對他發火嗎？我是有一件事，就剛開始跟公司要去購買一些辦公用品的時候，我就跟我的泰國員工就交代了，我說公司現在已經辦公室裝修好了，那我們要補充一些行政用品，那可能會買一些筆啊，買一些紙啊，買一些文件夾對吧？我給了他5000泰銖左右，我就跟他說買性價比高一點的，然後就合適，看着合適來就行了，也不用把錢全部花完，我是這樣跟他說的。他答應的好的，然後他就出去了，然後到下午快下班的時候他就回來了，我就問他，我說那這個大概多少錢呢？他說剛好合適，然後我很好奇，我說怎麼這東西就1000塊錢了？一點點，1000塊錢，他買了一個文件夾，買個最大的，80塊錢人民幣差不多一個，他買了6個就480塊錢。然後文件夾就很大，塞不進那個文件夾，文件櫃，後面還用不了。在國內的話，買東西是盡量去買一些便宜的，然後的話，差不多質量就行了。然後這邊的話，泰國人他喜歡去買一些比較貴的。經過這些事情，就是我們就了解他們這邊的一個辦事的風格，因為之前是完全是不知道的。你雖然只來了1年，但是也有相對來說豐富的
跟泰國人戀愛的經歷，是不是？沒有，相對豐富，沒有，不行，好，那根據你的這個經歷的話，說一下你認為中國女孩跟泰國女孩的最大區別是什麼？我覺得國內的女孩子總體來說是性格是比較內斂的，就是跟國內女孩子約會，可能第一次見面大家就是互相留個聯繫方式，或者是互相了解一下，然後可能有第2次見面、第3次見面、第4次、第5次，可能這個時間你們要在一起，可能時間要拖個半年或1年。但是泰國女孩子，據我了解，她喜歡你的話，她会直接跟你說，她不会考慮太多。比如说你们2個今天剛見面，她覺得她很喜歡你，那她跟你聊天，她覺得很舒服，那有可能你們第2天就會在一起了。這是國內根本不敢想象的事情。那你個人的經歷呢？就是你的泰國女朋友是她追的你，還是你追的她？不要害羞，不要害羞。喝一口茶先，喝一口咖啡。剛才已經說了，就是泰國女孩子，她們喜歡一個人，她們就很熱情，她們不會考慮太多，她不會說在乎你有沒有錢，或者是有沒有房，有沒有車，她只是覺得她跟你相處的開心，她喜歡，她就可以和你在一起了。所以說，如果是說2個人互相喜歡的話，第1次見面就可以在一起了。那你們是第1次見面就在一起了嗎？應該是吧。我感覺泰國很多女孩子的性格就是比較急。她們不是慢性子嗎？就是很矛盾，就他們性格急，但是他們做事情就又很慢。就是我觉得他們是個矛盾体。如果他們想去做的事情，他們就会做得很快。如果他們不想做这事情，或者是这事情不是很重要，他们就会做得很慢。就好像你說到了重點，就是可能那個工作他不想做，就慢一點。對，就中泰肯定也有一些文化差異，也蠻大的啊。你們在相處過程中有因為這個文化差異而產生什麼矛盾嗎？就中國男生跟泰國女孩子談戀愛，他是會遇到很多不一樣的地方。就比如說像我們從國內過來的人，工作都比較喜歡加班，就是一到休息的時候，那有可能公司一個電話，我可能就要去公司去工作，把臨時出現的一些問題給處理掉。如果是在國內，那你的女朋友肯定會理解，但是這個事情發生在泰國的話，你跟你女朋友可能會吵架，然後泰國女朋友會覺得你很不尊重她，因為這個時候會是你們的2個人的時間，這時候是不允許別人去打擾的。這個你們會因為這個去吵架？你們吵過嗎？因為這個事情？吵過，是因為這個事情去吵過，所以當時我很不理解。我上個泰國女朋友就是因為加班事情分手的。因為我們是約了去咖啡店去喝咖啡去休息，然後就是因為公司有個比較重要的事情合同那要處理，要馬上去拿給客戶，我就說我這個今天我不行了，我一定要回公司。然後他就很生氣，他說只要趕回去我就跟你分手。然後我當時以為是個玩笑話，結果一回去真的分手了，把我拉黑了。好堅決啊！對啊，他們這分手就很堅決。那他們是不是比中國女孩更粘人？對，他們就我如果喜歡你，我就要每天都跟你在一起，我要天天見到你，我要你做什麼顏面都有我。你會有負擔嗎？就會覺得沒有個人空間嗎？作為男孩子來說，肯定是希望有自己的空間但是我更加多的可能我會從他們的角度考慮，因為感覺到他們的愛情會比較純粹，這種才叫做愛情。那大家都互相黏在一起，對吧？我們經常就說泰國女孩子比較熱情，比較奔放。那對啊，她的熱情就體現在她無時無刻都想，只要你跟她在一起，她無時無刻都想跟你在一起。泰國女孩子在街上看到她比較喜歡的男孩子，她就直接會上去要聯繫方式。哦，這樣嗎？對，在泰國女追男是很常見的一件事情，但是在國內這個好像是很少。國內很多緣分就是女孩子喜歡男孩子，就是因為不去說，不去表達，所以說造成很多就是互相喜歡的人就錯過了這些認識的機會。但是在泰國，只要我喜歡，我就
去問，而沒有什麼且大家也好羞恥的哦。不覺得有羞恥，大家會反而覺得這個事情很勇敢，很多人這邊都是這樣的。哦，還有一個就是你之前講的，就是說這邊的女孩表達感情很直接。哦，泰國女孩子表達感情很直接，就兩個人，親熱方面，他們會主動要求，他的另外一半去跟他們去親熱啊，比如說他今天他要跟你去親熱，啊，他會直接跟你說，他說啊，那你多久沒跟我親熱啦，對吧？我今天一定要親熱，今天一定要親熱。對，我今天一定要親熱，你今天要答應我，你不答應我的話，那分手，那我就不合適在一起。而且這個親熱在他們的感覺裡面，而且是佔比很重要的一部分。哦，是嗎？對，是嗎？對，在國內的話是有點難以啟齒，而且很多國內女生會排斥這些行為。男的其實有的時候也不知道怎麼表達，就是他們也有這個想法，可是也不知道該如何表達，然後或者怕被拒絕，是嗎？对，但是在泰國女孩子，就是如果你談戀愛，他們會把這個親熱這個行為看得還蠻重的。比如說你們親熱的不是很順利，真的會是導致你們感情破裂的一個原因。挺不一樣的哈，我覺得國內的女生可能也在乎這一點，但是也不會明着說我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要跟你分手。對，但是在泰國這個是。哎，你剛開始發現的時候，你有被驚到嗎？我會被嚇到，我會說，啊，還有女孩子對這個有要求，比如說1個星期幾次啊，然後質量怎麼樣啊？我就覺得，哎，為什麼他們還蠻看重這個東西的？他覺得不滿意，他會告訴你嗎？對，他會告訴你的。比如說你工作這段時間工作很忙。可能你們2天或3天沒有親熱了，他會把他的一些真實想法，會直接告訴你說，哎呀，我們2天沒親熱，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別的女人？他們會這樣子去跟你說，他就要你證明你在外面沒有別的女孩子，要對，要跟他保持親熱，是跟國內是不一樣的。你喜歡就是含蓄一點的，還是這種比較直接的表達？我想男人都是比較喜歡直接的。不管是哪個國家的，男人都喜歡直接的。哦，那這樣子說的話，是不是很多男生並不喜歡中國女孩那樣的？不是說不喜歡女孩這樣，就是說我們在跟國內，特別是國內女孩子溝通的時候，就希望大家能把自己的真實想法，直接去表達、去阐述，而不是有想法不去表達、不去闡述。這點其實蠻浪費時間溝通時間成本的，特別在泰國，大家溝通可能不會繞彎彎，包括平時出去哪裡就不喜歡繞彎彎，你去就去，不去就直接說，就大家都很直接，直來直去的，任何事情，你包括親熱這事情，他都是這樣子去溝通。但是其實在中國人的想法裡面，就女孩子去提這件事情，好像會被認為是不矜持，好像有一些男孩子會覺得這樣的女孩有點太容易了，就反而還不一定尊重她，你覺得會嗎？所以說這個是2個國家之間的文化區別了，因為我們也說了，就是在泰國這邊，不管是男生還是女生，他們更注重的是一個生活的體驗。親熱這個事情，它也是人生的一種體驗，他們會覺得。我能來到這個世界這一輩子，那我就是為了體驗生活的，我一定要把我這輩子過得豐富，我不要去考慮其他事情，我只要我過得快樂就行了。親熱這個事情是讓他們快樂的事情，他們就不會覺得有什麼。但是在中國，因為我們受一些儒家文化的影響，那整個人是比較含蓄的不去表達這些，其實即使自己有想法，也不敢去表達，而且會怕被對方認為你這個人整天不正經的，就想這些事情。对，你只想到這些事情，但是大家往往會忽略，其實這些事情也是能促進2個人感情的一個事情，對吧？那這個也沒什麼不好嘛。對，也沒什麼不好，就是大家應該
那這方面是可以學習，就是勇於去表達自己的一些感受感覺，不要把它藏在心里面，藏着掖着。那其實你表達出來，那其實對你来說，对对方來說其實是蠻好的。那你有改變嗎？就是你在國內的時候也直接嗎？還是說來了這邊也會有一些受他們的影響改變？對，來到這邊以後會受到他們的影響，我會覺得說，我們要學習別人的長處，像溝通啊、表達情感這方面，我覺得是值得我們去學習的。取長補短。取長補短，對对对，對我的影響也有。現在我也是，我會去勇敢的表達自己的一些想法，我不想在這方面去浪費太多的這個時間溝通成本。据我所知，在中國啊，男女朋友之間，比如說過節的時候，一般男生都需要送禮物，甚至是發紅包嘛，對吧？而且金額还不能太小。对，520。那在泰國，他們需要的嘛，就是女孩子会要求男方給他們買貴重的禮物嗎？是這樣，就是這點這跟國內還是差別還是蠻大的，因為像泰國女孩子談戀愛，我們已經說了，她更加注重的是兩個人在一起的那種舒服的感覺。所以說，如果她真的喜歡你，就是我們說泰國那些稍微正常的，不是那些酒吧的認識的女孩子，就稍微正常的就普通人，在節假日的時候并不會要求你買很貴重的東西給他們可能只在乎一個形式，就說你可能會送東西給他們，哪怕是你用紙手寫一張卡片，就說我喜歡你啊，今天節日生日快樂，就這個卡片其實拿去給他可能會開心一整天，因為他們很看重就是相處的感覺，他會覺得你用心了就可以了。对对对，但是如果是說這個東西在國內可以嗎？你送一張紙片過去，送到紙片然後寫我喜歡你，第二天分手。我覺得可能等不到第二天。那你之前在國內的時候，就是國內的女朋友啊，你送過最貴的禮物是什麼？包。對，國內女孩子比較喜歡包，包括一些首飾啊，這些都有送過。那應該都不便宜哈。對，其實我覺得如果是在泰國，那可能泰國女孩子她會覺得這樣子就是浪費錢，就這真的是一個消費觀念。其實泰國很多女孩子，她買東西她會覺得夠用就可以了。我了解得到，並不是需要很多很名牌的東西。其實我們可以看到特別在曼谷這邊，很多人女孩子背的包，它不是名牌，它主要是以方便自己舒服這些為標準去採購。有沒有可能就是在國內的話，女孩子會想要發朋友圈炫耀一下男朋友送了什麼禮物，然後或者跟身邊的姐妹炫耀一下？對，國內的話可能就是精緻的朋友圈嘛，大家都點讚，我今天買了什麼包，男朋友買了什麼包。對，國內比較喜歡炫這個。中泰女孩的這個性格上有區別嗎？有其他方面的？就是在中國，然後女孩子考慮更多的可能是你個人的一個經濟情況。首先要考慮你是不是在中國的3大件，你是不是有車，你是不是有房，你是不是有養老金，对不对？還有工作怎麼樣？你的工作是怎麼樣的？還有公婆不是未來的公婆是否健康？然後是否有養老金？中國女孩子考慮更加多的是從這個方面去考慮。那我想問一下，就是泰國女孩她們談戀愛會以結婚為目的嗎？就是我覺得在中國就是基本上是默認，如果我們談戀愛的話，那我們是奔着結婚的方向去的，不會說先談着再說吧，很少是這樣子的啊。對，泰國女孩子，比如說她談戀愛，她更加多的不會考慮太以後的事情，只考慮當下，而且泰國女孩子據我了解，她们並不是很喜歡結婚。對，他們覺得結婚會影響她體驗生活，而且很多泰國女孩子她並不喜歡有小孩，大多數就是喜歡有一個愛我的人，然後我的生活比較豐富，我能有這種戀愛的感覺就夠了。那你能接受這個嗎？當然，我們從骨子裡面還是喜歡有一個結果的，但是在東南亞，我說東南亞沒有真正的愛情，基本上大部分人，特別是泰國女孩子，
他不會考慮太長遠的東西。到了一定的年齡啊，因為中國人不管男的女的都會面臨父母的催婚，你會擔心說我在這邊花了這麼久的時間跟這個女孩子磨合相處，結果也結不了婚，給不了父母交代。哎呀，這個就很難去跟父母去解釋了。哎，他們催你嗎？催，父母肯定催的，就因為在國內你男的超過35歲不結婚。你還沒有30吧？我有30。哎，你看着好年輕哦。我已經超過35了。啊？然後父母也催很多，然後最近心態已經接近平衡了吧，就不會去考慮太多，就是隨緣嘛。隨緣。我們知道，就是在國內的話，如果要結婚，男方家庭啊都要考慮這個彩禮的問題。泰國這邊有這個習俗嗎？這取決於這個泰國女孩子愛不愛你。對，如果她很愛你的話，那彩禮她可能可以不要，而且她也不需要你有房，不需要你有車，跟國內不一樣。然後我以前在國內談過戀愛，那曾經也很接近婚姻，但是就是因為彩禮這個事情，後面就分開了，不了了之了。他要求多少？他要求20萬，很多年前了。我當時積蓄也不多，然後也剛買了房，剛買了車，20萬當時我來說其實還是蠻多的。其實有過跟他商量能不能把彩禮降一些，因為大家也相處了那麼多年了。那就是戀愛，是通過戀愛才結婚的，不是说相親認識的。對，大家也認識那麼多年了。那應該可以商量的吧？這種。但是他爸爸說，他們那條街的女孩子的彩禮沒有一個低過這個，那就，我就感覺是有一個攀比心在裡面。我覺得其實我們兩個相處認識那麼久了，那也走到這個要結婚這個地步了，那不能因為這個事情不繼續下去不結婚，我覺得很可惜的事。但是事實就是這樣子。那他為什麼沒有堅持一下呢？就是這個結婚畢竟是他跟你結婚，不是他媽媽嘛？對，其實我們很多人的想法就是說，我又不是跟你父母結婚，但是在國內很多時候父母的想法真的会影響這位女兒或者是兒子的一些決定。所以他就是因為他媽媽不同意，然後你們就沒有繼續了。對，因為以前結婚要戶口本嘛，戶口本一直在他媽手裡面，所以說一直都不給這個戶口本，他結不了婚了，所以這時間就拖得很長。我覺得他媽媽有點固執，就是如果他的女兒真的很喜歡你，而且談了很久了，就也不差這麼一點點嘛。而且您這個彩禮是給他媽媽的嗎？還是給他自己的？給他媽媽的。哦，你们這是這樣子的。彩禮是要給到對方家庭的啊，我們那不是哎，我們那我是江西的，就是我們彩禮是很高的，我們差不多要40-50萬到60的都有。江西彩禮更加貴。但是，至少我們那個市吧，彩禮不是給父母的，是給那個女孩子的。对啊，就這個女孩子會拿着這一筆彩禮錢，就抓在她自己手上，然後這個彩禮的目的就是。以後結婚了，萬一這個男的對她不好，他手上有點錢，就不用擔心，不是給父母的。那給父母不是賣女兒了嗎？對，很多時候國內就是這個情況。在國外，你如果是真正的女孩子喜歡你，願意跟你去結婚的競爭力是不像國內那麼大的。我有一個朋友就是泰國人，他談了一個男朋友也是泰國人，然後我就跟他聊天嘛，他們最近準備結婚了，我也是無意中跟他聊起過這個彩禮的這個事情，然後他跟我說彩禮這事情讓我大吃一驚，我整個三觀都顛覆了。你可以猜一下是多少錢？我猜1萬人民幣。不，你可能猜不到這個價格，他的彩禮是125銖泰銖，那折合人民幣大概就是25-26塊錢。就我這一杯就是奶茶的價格，就這一杯奶茶的價格，然後就是作為他的彩禮錢了。这個所以說我當時我聽到之後我嚇一跳。為什麼是125銖？而且就那還不如不要，那要它幹嘛？就有必要嗎？因為她老公是她老公是穆斯林，然後因為穆斯林結婚他們有個習俗，那習俗就是這彩禮就是這個價格。
彩禮只要125，在國內是根本不敢想象的。125，你給我滾！永遠不要進我家門。對。那泰國女生有沒有什麼你不喜歡的地方，或者說作為中國男生是不太能習慣的？我覺得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還是比較傳統的。那我們肯定是認為談戀愛、結婚、生孩子是天經地義的。但是在這邊，人家會覺得生孩子，女孩子會覺得生孩子是一個負擔，是一個破壞自己生活和破壞自己身體。因為生孩子，她的身體會發生很多变化，然後她的生活可能重心也會放在孩子身上，而且她的自己生活會受到影響。泰國女孩子喜歡吃醋，比如說你跟你的女朋友有了小孩以後，你比較喜歡小孩，她連這個醋都會吃。对，這我感覺有點不可思議。就你平常跟朋友出去，他會吃醋嗎？如果你有了泰國女朋友，你跟女性朋友出去，在他們眼裡面，你就基本上跟出軌差不多了。你有了女朋友，泰國女朋友以後，你要出去見女性客戶，很多時候就要把泰國女朋友帶着一起去，然後去證明你沒有去做什麼事情。因為泰國女孩子很直接，你出去有可能你們兩個就在一起了，對吧？他們在一起很快，所以說很多在這邊結婚的中國男性，他們去談什麼事情，有什麼朋友過來，他們都是帶着對方去的。哦，那我偷偷問你一下，今天你帶你女朋友來是因為這個嗎？有一部分。但是這個不是會影響嗎？假設像我們這種，其實也算是工作上的了，當然我不介意他在旁邊哈，但是可能有一些人可能會介意，說你把女朋友帶過來好像有點奇怪。所以這就是兩個國家的不同，區別就在於這裡。但是這邊不會覺得有什麼，而且他也很願意跟你一起出來。你們倆相處怎麼樣？現在？還好啊，就是他今天不上班，他就想我一整天跟他在一起。就我今天問他有2次啊，我說我要去見客戶，然後对方是女性，你要不要一起來？不是我是吧？另外一個是吗？是你。就我。對，然后我說要不要一起來，然後他會反覆問我可以嗎？方便嗎？然後如果不方便，他就不去。然後你要是不方便，他就更擔心了。对，然後我就會說，那你自己的想法是怎麼樣子的？他說不去也可以，但是實際上已經看得出來，只是很想去的。然後我就說你決定吧，然後他就會說那就去吧。哇哦，天哪，那你有壓力嗎？但是如果是真正的大家去談戀愛這個事情，我覺得也正常。如果他們覺得無所謂的話，我們也要接受這事情，因為雙方畢竟在談戀愛嘛，對吧？那你擔心他沒有？就是假設他跟男性朋友出去玩，你會擔心嗎？因為前面你也講這邊的女孩子也是，你也可以跟他去，如果你擔心的話，他們是很歡迎的，這是相互的，就是他們也很歡迎，所以說你會蠻放心的。這邊的人離婚多嗎？就比如說真的決定了結婚，離婚的比例高嗎？非常非常高，這邊離婚率，我聽說這邊出軌率也很高。我倒是覺得出軌率不高，我倒是覺得離婚率很高，因為我在這邊問了很多，就是泰國人他們的父母，其實我覺得離婚率到70%。其實結婚離婚對於他們來說並不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很嚴重的事情。對我們是2個家庭的事情，他們覺得是很平常的事情。只要我不喜歡你，我不管跟你結婚多久，只要我覺得跟你相處在一起不舒服，我不喜歡你了，我們第2天就可以離婚了。這個好不一樣。我覺得在國內尤其是結了婚的，就哪怕真的愛情沒有了，我們還是會為了孩子呀，為了其他的一些事情在一起。对，但是在這邊不會，因為他們很看重愛情。如果跟你在一起沒有感情了，那我就跟你直接分開，直接去離婚。真的，這點是跟國內不一樣。那國內可能會感覺我跟你結婚10年沒有愛情，那可能還會有親情，但是在這邊也不會。但是沒有愛情，我就不跟你在一起，我就跟你離婚了。那你想結婚的話，在這裡也挺難的。很難，但在國內也難是嗎？所以說現在出生率、結婚率都很低啊，在國內。在國內是的。對啊，在國內。因為女孩子也不想結婚。
对，但是在國外，像泰國這邊，談戀愛容易，如果想結婚，想一個天長地久，也很難。但實際上現在國內天長地久也很少，因為雖然說那個國內的離婚率沒有泰國高，但也不低。我很多朋友其實結婚了也離婚了。大家現在的一個思想，自己開心，對，其實就是因為本來就嘛，不枉就來這個世界一次，那我肯定要過得我舒服。那國內現在也思想在慢慢轉變，在慢慢的接受，不像以前的我這輩子結婚我就是跟定你了。你能接受嗎？就是假設你就這一輩子就只談戀愛。我還是想結婚，就是現在感覺結婚很難，而且結了婚不離婚也很難。對，結婚就要做好離婚的準備。那結婚的意義是什麼？那還有什麼必要呢？除非就是你想要生孩子。對，現在在泰國很多單親媽媽。你能接受不生孩子嗎？我能接受，可能我父母不能接受。你是獨生子是吧？對呀。那這一根獨苗還得靠你續啊。對啊。父母也說了，父母也說，那你不結婚可以，但是你要給個孫子給我。那怎麼給？隨便去外面，知道吧？對吧？說啊，你抱個回來的，我管你去哪裡拿呢。泰國曼谷這邊真的是容易談戀愛，但是想守住婚姻就很難。祝你跟這一位能夠走到婚姻的殿堂。長得很漂亮哎，真的。我沒有看過你上一個，但我覺得這個真的長得很漂亮。是嗎？對。也希望吧。好，也希望。祝你們幸福。好的。那今天就非常感謝你的分享。好。有緣再見。拜拜。拜拜。好。